海馬式不太行，起碼對烏克蘭而言不太行。為什麼呢？很簡單，因為海馬式是打不到克里姆林宮的，不是說射程不夠，而是美國禁止烏克蘭使用海馬式攻擊俄羅斯本土目標。那問題來了，之前直接俄羅斯本土後方的火箭彈到底是哪裡來的？答案並不是海馬式，而是一款很多人連名字都沒聽過的烏克蘭國產武器——赤楊树火箭炮，也有人叫它漆木火箭炮。提到火箭炮，大多數人第一個想到的都是海馬式，但對於烏克蘭而言，海馬式打常規目標還行，真想衝向克攻還得赤楊樹。因為海馬式它再先進，也不是烏克蘭自己的武器。今天火力軍就讓大家看看，為何同樣都是蘇制武器，為何在烏克蘭手裡能發揮巨大威力，在俄羅斯手裡卻是破銅爛鐵。赤楊火箭系統絕對不是為了取代海馬式而造的，這兩者根本就不在同一個量級上。海馬式走的是輕巧路線，打的是靈活，而赤楊的骨子裡流的可是前蘇聯重型武器的血。它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 BM30 龍捲風多管火箭系統。我們就拿数据來比一比，海馬式發射的火箭彈口径是227公里，而赤楊用的是粗上一大圈的300公里重型火箭彈。光是看彈頭的重量，雙方就不是同一個世界的產物。海馬式常見的精準彈頭重量大概在90公斤上下，可是赤楊呢？它的彈頭重量直接飆升到了250公斤級別。這到底意味着什麼？打個簡單的比方，如果說海馬式是一把輕巧鋒利的長劍，專門用來精準挑落敵軍的雷達車和落單的指揮官，那赤楊就是一把專門用來劈木頭的重型開山斧。當烏克蘭想要把俄軍的大型後勤樞紐或者是加固的鋼筋水泥地堡連根拔起的時候，250公斤彈頭帶來的破壞力有着壓倒性的優勢。但如果只是單純的威力大，那也算不上什麼稀奇事。畢竟以前蘇聯造的重型火箭炮火力一個比一個猛，但他們都有一個老毛病，就是準頭不行。打起仗來就是大面積的盲目覆蓋，俗稱席地。想要精準命中某棟特定的建築，基本得碰運氣。為了解決這個準星不夠的問題，烏克蘭的工程師下了一番苦功。他們保留了蘇聯火箭彈那種簡單粗暴的推力和大威力彈頭，然後把裡面老舊的零件全部掏空，硬是塞進了现代化的导引系統。最聰明的一點是，他們還在火箭彈的頭部裝上了一整圈用來微調飛行姿態的小型气体推进器。火箭彈在天上飛的時候，這些推进器會不斷噴氣，去修正被風吹偏的軌道。這套改造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這枚原本只能大面積盲炸的重型火箭彈直接長了眼睛。它既保留了蘇聯時代那種不講道理的破壞力，又擁有了現代導引武器的高命中率。但是命中不等於摧毀，老舊的蘇式裝備本就飽受爭議。烏克蘭的軍工體系更是基本依靠歐洲，自己搞出來的裝備真的可行嗎？評價一款武器的真實身價，從來不是看它在展台上的數據有多豪華，而是看它在泥濘的戰壕裡能讓對手流多少血。在戰爭剛爆發的那段時間，全世界的媒體幾乎把所有的鎂光燈全都打在了美國援助的海馬式身上。每天的新聞頭條全都是這輛美制卡車今天又端了哪個指揮所。但實際上，就在大家被海馬式的戰果瘋狂洗腦的時候，烏克蘭自己的赤楊精準導引火箭系統早就已經開始悄悄開赴前線，開始接手那些最難啃的硬骨頭了。很多人可能會納悶，既然海馬式已經指哪打哪了，烏克蘭為什麼還要費盡心力去折騰自己的赤楊？因為隨着戰局深入，前線指揮官很快就撞上了一個繞不開的硬傷。大家可以回憶一下，戰場上經常出現的一個畫面，爭奪大型橋梁。比如赫爾松戰役期間的那些跨河大橋，俄軍的重型裝甲車、補給車隊每天都源源不斷地透過這些大動脈運往前線。海馬式的準星確實沒話說，它能非常準確地砸在橋面上，但問題出在彈頭的重量上。90公斤的炸藥量對付雷達站或是人員集結地，那絕對是一炸一個準。可是當你面對的是那種幾十公尺厚、專門為了防炸而設計的鋼筋水泥橋墩時，90公斤的威力就顯得有些刮痧了。海馬式打上去確實能在橋面上砸出一個大洞，甚至把橋面打得像一塊瑞士起司一樣全是窟窿，但整座大橋的核心承重結構並沒有徹底垮塌。俄軍的工程兵只要趁着夜色鋪上幾塊厚鋼板，重新灌點速乾水泥，這座橋隔天就能繼續通車。前線的俄軍戰車依然能喝到運過來的燃油，命中目標從來就不等於摧毀目標。如果你確實打中了，但敵人的後勤網絡明天依然能正常運轉，那這次打擊在戰略上就是一次無效的消耗。這時候就輪到赤楊出場了。這也是為什麼这種看起来笨重、體積龐大的重型火箭系統直到今天依然無法被淘汰的真正原因。因為帶有250公斤高爆彈頭的赤楊火箭彈，透過 GPS 導引以極高的速度砸向同一個目標時，那個畫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不是在牆面上開個洞那麼簡單，龐大的裝藥量瞬間引爆時產生的巨大震波和撕裂力，會直接把整段堅固的橋墩連根拔起，徹底震碎，讓敵人的工程兵站在廢墟面前，連搶修的機會都沒有。換到打擊大型彈藥庫也是一樣的道理。俄軍在前線有很多占地廣闊的物資轉運樞紐，如果用海馬式，你可能需要同時發射好幾枚，才能碰巧引燃彈藥庫的關鍵節點，引發訊爆。但赤楊往往只需要1-2枚，250公斤的高爆炸藥一旦在目標區炸開，強大的衝擊波足以摧毀周邊一整片的加固建築，把整個後勤園區直接從地圖上抹去。很多人看到了現代科技戰，總有一種錯覺，覺得未來的戰爭就是靠幾架無人機丟小型炸彈，或者是靠各種輕巧的精準武器去執行點殺。但真實的绞肉機戰場告訴我們，當你要面對敵人那龐大的後勤命脈，面對那些深埋在土裡、澆入了厚重水泥的固定工事時，你需要的就是絕對的不講道理的破壞力。赤楊的存在完美填補了烏克蘭防衛體系中那口必須靠重拳才能砸碎的火力空白。看到這裡，很多人腦子裡可能冒出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既然這款重炮的底子是前蘇聯留下的遺產，那俄羅斯自己手裡明明也有，為什麼偏偏是常年被外界嘲笑軍工嚴重衰退的烏克蘭，硬是把它爆改成了一把精準的屠刀？俄羅斯為什麼不行？那俄羅斯作為正牌的武器繼承人，手底自然捏着大把的龍捲風，為什麼偏偏是常年被外界笑話、軍工產業早就敗光了的烏克蘭折騰出了這套精準重炮？要解開這個謎團，我們得先打破一個網絡上常見的刻板印象。這幾年看多了西方瘋狂軍援烏克蘭的畫面，很多人誤以為烏克蘭就是一個純靠北約輸血的農業國，好像一旦離開了美國的武器倉庫，他們連槍都不知道怎麼造了。但如果大家翻開冷戰時期的歷史地圖看一眼，就會發現事情根本不是這樣。當年處於巔峰時期的蘇聯，為了防備西方，蘇聯並沒有把所有的雞蛋都裝在莫斯科這一個籃子裡，而是把很多最尖端、最核心的研发基地分散到了各個加盟國的深處。而在那張龐大的軍工版圖裡，烏克蘭恰恰是那顆最耀眼的明珠。當年撐起蘇聯航太和飛彈技術的半壁江山，其實都扎根在烏克蘭的土地上。隨便報幾個名字，大家應該都聽說過。專門造洲際彈道飛彈的南方設計局，還有研發各型精密導引武器的射線設計局。這些在冷戰時期讓北約情報機構天天提心吊膽的王牌軍工企業，全都在烏克蘭。搞清楚了這個背景，你就會明白，烏克蘭今天搞出赤楊火箭系統，絕對不是什麼天上掉餡餅。他們不需要從頭開始去摸索怎麼造飛彈，他們只是在戰火的逼迫下，重新走進了那些因為常年缺乏經費，早就結滿蜘蛛網的老廠房，把沉睡在保險箱裡幾十年的技術底子給重新喚醒了。烏克蘭工程師的做法非常務實，他們深知自己國家的優勢和短板在哪裡。造大型底盤，造大推力火箭發動機，這是祖傳的手藝，底子還在。但在高精尖的電子晶片和现代軟體演算法上，確實落後了。那怎麼辦？拿留下的硬骨頭去混搭現代社會的聰明大腦。他們把蘇聯時期留下來的粗獷火箭彈體，結合了能夠在市場上買到的現代商用或軍規級的導引模組，湊出了一套耐操又打得準的本土殺器。而且赤楊絕對不是烏克蘭軍工爆改老裝備的唯一傑作。大家如果還有印象，開戰初期把俄羅斯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送入海底的那個大殺器，就是烏克蘭自己研制的海王星反艦飛彈。還有在戰壕裡大出風頭，把俄軍坦克開罐頭一樣炸飛的斯图格納 P 反裝甲飛彈。這些大名鼎鼎的本土武器背後全都是同一套操作邏輯，喚醒蘇聯時代的沉睡遺產，注入現代的科技靈魂。看到這裡，觀眾朋友們可能會覺得，既然烏克蘭自己有這個能耐，那把赤楊多造一點拿到前線去當主力不就行了？可是烏克蘭並沒有，為什麼呢？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北約的軍援滿天飛，哪一個不是頂配的好東西，還都是免費送上門。烏克蘭在這種廠房隨時會被空襲的高壓環境下，為什麼非要咬着牙死死保住赤楊這套本土軍工的生產線？答案其實很殘酷，因為在國際政治的牌桌上，從來就沒有真正免費的籌碼。美國送来的海馬式確實好用，英國給的風暴陰影確實飛得遠，但這些外援裝備暗地裡都套着一根隱形的韁繩。烏克蘭前線指揮官最常抱怨的是什麼？不是手裡的武器不夠猛，而是長官告訴他們不准打。每次收到一批新的长程飛彈，西方大國都會附贈一條死硬的政治紅線，不准用這些武器攻擊俄羅斯本土的纵深目標。這就導致了一個讓人看着直搖頭的憋屈畫面：俄軍的轟炸機大搖大擺地停在邊界另一頭的機場裡，後勤火車肆無忌憚地裝卸炮彈。烏克蘭人明明在雷達上看得一清二楚，手裡的飛彈射程也夠得着，但就是不能按發射鈕。面對這種因為害怕戰事升級而設下的重重限制，烏克蘭手裡那些昂貴的西方飛彈，很多時候變成了一堆只能看不能用的擺設。
這時候我們就能看懂赤楊火箭系統存在的最大意義了。它身上沒有貼着华盛頓或者倫敦的標籤，它是一條純正的烏克蘭血脈。用赤楊去砸哪個機場，什麼時候按下發射鈕，烏克蘭軍方完全不需要看任何外國政客的臉色，他們不需要提前請示，不需要等待大洋彼岸的國會開會批准，也不用擔心別人因為國內的選票壓力突然反悔。想打哪裡，坐標一輸，直接開火。從軍事角度來看，赤楊只是一門裝了導引系統的重型大炮，但從國家存亡的視角来看，這代表的是2個字：自由，也是戰略上的絕对自主權。戰爭打到最後，拼的到底是什麼？不光是看你倉庫裡囤了多少別人捐的彈藥，更是看這個國家自己還剩下多少造血能力。如果一個國家的遠程打擊底牌100%都要指望外援，那就等同於把自己的大动脈交到了別人的手裡。一旦外部的风向变了，大國之間的利益交換達成了，援助的阀門被關上，整個防衛網絡瞬間就會崩盤。烏克蘭人心裡比誰都清楚，每天盯着外國新聞，提心吊膽，祈禱別人的選舉別出差錯，這種把命運托付給別人的感覺實在是太脆弱了。所以他們寧願在殘破的廠房裡咬牙苦撐，也要把赤楊給造出來，就是為了給自己留一張不用看別人臉色的底牌。就算哪天外援的卡車真的不再開進來，他們依然有能力把250公斤的高爆炸藥結結實實地砸在對手的頭上。那麼另外一個問題，既然赤楊既有重錘一般的破壞力，又能完全擺脫外部的政治緊箍咒，可以說是烏克蘭手裡最趁手的反擊利器，那幹嘛不乾脆把所有的資源全砸下去，讓他徹底挑起大梁呢？為什麼直到今天，我們在前線戰報裡看到最多的依然還是海馬士在滿場飛奔？難道這把自家鍛造的刀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軟肋嗎？答案其實非常現實，因為這2款武器在真實的戰場上面臨的生存考驗和後勤壓力完全是2個世界。我們先來聊聊最要命的生存問題。在現在的戰場上，天上到處都是密密麻麻的偵察無人機。對於炮兵來說，開火的那一瞬間，也就是自己最容易暴露、最危險的時候。海馬士為什麼神出鬼沒？因為它的底盤就是一輛中型戰術卡車，體型相對嬌小，重量輕。它開進一片小樹林，或者隨便找個農舍的谷倉就能躲起來。接到任務，開出來幾分鐘就能把飛彈打出去，然後一腳油門，馬上飆車走人。等俄軍的反擊火力砸過來的時候，海馬士早就在10幾公里外喝咖啡了。但赤楊可沒這麼瀟灑，他繼承了蘇聯重型火炮的基因，底盤是一輛笨重的8輪傳動重型越野車。給大家放一個圖片看看，這簡直就是一棟在地上移動的房子。目標大就算了，他開火前的準備動作以及打完之後的撤收時間都比海馬士要長得多。在被無人機全天候盯着的戰線上，你開着這麼一個龐然大物，動作稍微慢一點，敵人的巡弋飛彈或者自殺式無人機馬上就會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一樣撲過來。這就注定了赤楊不能像海馬士那樣天天在最前線幹那種打了就跑的游擊戰。其次還有一個更殘酷的硬傷，產能拼不過。我們要明白，海馬士的背後是整個美國軍工複合體在撐腰。哪怕消耗的再快，大洋彼岸的兵工厂依然能在絕对和平、燈火通明的厂房裡源源不斷地把彈药造出来，然後裝上運輸機送到歐洲。但烏克蘭呢？他們生產赤楊火箭彈的廠房是天天掛在俄軍空襲名單上的，工程師們經常要盯着防空警報，在隨時可能斷電的地下掩體裡趕工。很多供應鏈和外包的小型工厂，可能昨天還在生產零件，今天就被炸成了一堆瓦礫。在這種朝不保夕的高壓環境下，你就算技術再好，也不可能像美國那樣把昂貴的重型导引火箭彈像下水饺一樣成百上千的流水線生產。所以前線指揮官的賬算得非常清楚，海馬士和赤楊根本不是誰要取代誰的競爭關係，他們是一對必須互相打配合的搭檔。海馬士就像是身手敏捷的輕量級拳手，每天負責在場上高頻度的出拳，瘋狂消耗对手的体力，打掉那些雷達和指揮車。而數量稀少得來不易的赤楊則是被藏在幕後的重量級杀手鐧。只有当遇到那種海馬士啃不动的大型橋梁，深埋地下的巨型彈藥庫，必須一擊致命的時候，烏克蘭才會小心翼翼地把這把自家鍛造的重錘請出來，給出終結的一擊。很多朋友看這場戰爭就像是在看一場熱鬧的國際武器大戰，今天比較一下美國的卡車，明天看一下英國的飛彈。但真實的戰爭從來都不是武器參數的比拼遊戲，它是一場考驗國家意志和工業造血能力的无底洞。赤楊火箭系統並不是什麼能夠單槍匹馬扭轉戰局的魔法神器，就算它炸毀了再多的桥墩，也無法憑借一己之力把敵人趕出邊境。但它用實實在在的戰果向全世界證明了一件非常通透的道理：在大國的夾縫中求生，在各方勢力的算計与利益交換面前，別人遞過來的傘就算再大再華麗，隨時都有可能被收回去。真正能在最絕望最危險的時刻保命的，永遠是你自己咬着牙在自家制造的東西。
這不僅僅是對烏克蘭的考驗，其實也是給世界上所有身處火藥桶周邊國家上了一堂最冷酷的防務課。好了，關於烏克蘭的赤楊火箭彈，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未來國際局勢生變，西方的軍援大縮水，你覺得烏克蘭應該繼續需要援助，還是把最後的資源全砸在本土軍工上，跟對手拼個魚死網破？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